玩的开心吗？开心啊！师兄他们种的菜、烤的肉都很好吃。你的手好暖和啊。醉了？没有，喝的不多。你为什么总是看我一会儿就笑啊？以前也这样吗？有吗？有啊。那就是有吧。你也是。虽然很多习惯看似变了，可我依旧觉得，你还是原来那个你。我还以为这18年的魔域经历，已经让我彻头彻尾的换了个人。只要神魂未灭，不对，即使神魂重生，我也有信心认出你。如果你能一直保持这副自信的样子，我也有信心能一眼认出你。爱太疯魔，开出心莲。今日并不冷，他为何总会感觉冷？师祖，这里的花草树木的确有问题，你们看，像是受了魔气侵蚀。又是寒气又是魔气的，这古雨雾怎么比外面还要复杂？寒雨带着护心镯，寒气便以此镯反噬给司马娇，令其功法大大受限。你怎么了？师祖，若是寒雨想救司马娇，而脱下护心镯，就会给我们留下机会落入我们手中。把廖廷燕还回来，我可以让你死。即便他能够逃出归元秀，他能够逃出他自己的命运吗？他的命运，在遇见我的那一刻，便不再有你的作用。司马娇，他的本性能不能够战胜他对你的情谊呢？廷燕，你快坐。怎么样？我只是一点小伤。你的伤都还没有恢复，你怎么突破封印的？当时在小结界中，你明明告诉我需要8大宫中有人助你，才同意让我去说服如灵的，不是吗？叶如灵只是个幌子，真正助我之人是袁彻。万一他背叛了你，或者帮不上忙怎么办？岂不是更危险了？救你之时，没有万一。
明知道是龙潭虎穴，明明打不过他们，还要为我犯险。谁说我打不过？打得过，打得过。没想到你已经学会跟人合作了。他能助我，已经是他三生有幸，缘何合作呀？那你以后要学着多找人帮你。可是既然已经有了元车作为接应，那为什么还要让我去说服入灵，还要特地放那么明显的飞跃？为了不引起石千里的怀疑，我需要找一个情理之中的人，混淆视听。原来入灵是元车的挡箭牌啊！他可是我的朋友。我忘了，我跟他已经不是朋友了。丢了个本不诚心的朋友，有何烦心？你又没交朋友，自然不会懂这种心情。你迁怒于我，抱歉，我最近不知道怎么着，心情老是很烦闷，想到入灵这事儿就更烦了。我烦到胸口发闷，就跟堵了一团气似的。你最近时常感到烦闷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没有源头的很烦。先解决你这一身伤，再解决你的烦恼吧。又去谁家宝库打劫啦？来，快把这个吃了。感觉身体暖洋洋的。你还有多少伤？这儿，还有这儿，好多伤。方才是我处理的太轻了。如果知道那些东西这样伤你，就应该让他们死得惨一点。好啦，别生气了。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脱险了。今天的事情，让你害怕了没？不怕。都这样了还不怕？那我应该说害怕吗？你看，你的伤口愈合的还不错。可是我还有好多内伤呢。其实，还有一种方式，可以让你的伤势恢复得更快，就像当初你治好我那样。哦，你说的神交啊？不止这些。
你在做什么？我要被烧死了！这就是我日日夜夜在承受的灼烧之痛。你不用怕，有我在这里，以后不会有任何人能伤你。这样的疼痛也不会再有。你若是疼痛难忍，可以向我倾诉，不许忍着。下一次若再向这般受伤，我就杀了。谅你也舍不得。你的真理告诉我，你心疼我。公主，二小姐带到了。姐姐终于肯放我出来了。苍兰，我已经和师掌门联手，一起取司马娇性命。真的吗？嗯。如此听来，师家权尊示众，又对姐姐有所怀疑，姐姐定要小心提防。不如这样，我可暗中搜查师家把柄，以免我们势单力薄，遭人挟制。不必了，你在这里守好阴之宫便好，一切有姐姐在呢。可是……好了，你不要操心这些了。咱们姐妹俩许久未见，聊点开心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连掌门，经过近日密探，暂未发现叶公主有勾结司马娇的苗头。继续盯着，这个人不可全信。是，还有，叶公主之妹叶苍兰似乎欲寻施家把柄以反制我们。那叶苍兰素来任性妄为，恐对我们计划不利。先不动他。叶入岭这把趁手的刀，我要牢牢地把握在手里。醒了。可有好一点？哎呦，哎，我头好痛，哪里？我脖子也好痛，
肩膀。肩膀。逗你玩的。这是哪儿啊？风花城。你现在是这城的城主，施玉香。施家。嗯。我们现在打入敌人内部了。风花城在庚辰仙府外府，施玉香虽然是施氏一族的人，但她不受重视。可是他看起来过得应该挺逍遥快活的呀。施玉香向来嚣张跋扈，建了一座风花城，外面的人都把风花城叫做风月城。你给我找这么一厉害角色，还真是难到我了。娇娇如此能屈能伸，那我岂能辜负了你的一番心意？胆子大了。啊，城主，您起了吗？哎，停！城主，外面的人不让我进来。嘘，大呼小叫成何体统？城主若真想宠幸你，自会叫你进去伺候。我是你们城主的朋友。哎，你，城主，此人声称是您的朋友，但小的从未见过此人。他是我朋友。城主，此人莽撞无礼，姿色平平，甚至还不如您身后那位。您怎会与这种人结识？我的意思是，他是我朋友的人，姿色自然是比不上我这一位。城主，放肆！床上那个，城主都已经醒了，你不好生服侍，给城主打水洗漱，伺候更衣，居然还在床上躺着。明日我便把你赶回乡下。好大的胆子！我的人，还轮得到你来教训？城主恕罪。城主，需要我服侍吗？不用，你继续躺着。还不滚出去！是。刚刚停宴的那个模样，我怎么感觉有点似曾相识啊？还不是跟师祖学的，威严示人。我何时有过这般模样？那我没习得您的神韵喽。念九，叶如灵对你利用多于情义。若你想要师父教你做人，我为你再寻一个便是。以后除了师祖，弟子不想再要任何师父了。念九，我听说这风花城挺有意思的，要不我们一同去逛逛？好。我要带你先去一个地方。哦，那你只好自己先去逛逛了。那我等你们。可是有新生灵火的消息了。没有，但是有人会主动带我去找他。谁啊？石千缕。依计行事。来人，公主，我近日要出门一趟，你们务必要看好少公主。是。
沙公主，沙公主！我去杀了石千里那个狗贼！城主，城主，救我吧，城主！有人看我下过城主？看过我，看过我吧，城主！城主，救我吧，师祖，你干嘛带我来尸鱼乡的宝库啊？你以前都不用法器的呀，怎么突然来看了？这个干嘛用的？防御。这不会都是给我用的吧？这个鼻环就算了吧，真要挂上，感觉我这漂亮的鼻子都要掉。这是鼻环。这么夸张，感觉像是给牛用的。不要，我觉得还可以。我不可以，我不同意。这些真的都是给我用的吗？当然了。可是人家不喜欢嘛，算了，行不行？我已经能听到你在心里骂我了。我最近脾气真的很不好，警告你不要惹我。那这个呢？你喜欢吗？哎，这个我喜欢，这个漂亮。可惜它不是防御法宝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你真的对我有感情吗？这又是什么？丹药，味道还行，吃了可以平心静气。哇，心情好好。拜见城主，拜见城主。城主，城主，走开，别来烦我！想我的时候你们城主，这不是有一个吗？我是一件也不会穿的。逗我玩呢！司马教你几百岁的人了，跟小孩一样幼稚啊！怎么突然打雷了？心情不好，连天气都来凑热闹。竟敢破坏我施家灵山！父亲，又有一座灵山被毁了。谁干的？那人修为不低，弟子们未能追上。不过那人所用术法，却有司马教的灵力气息。是司马昭干的。他在找我们的灵火。是啊，这也是孩儿担心的。
啊，对了，父亲，还有一事，上次你让我查的内应之事，经过几番探查，我发现了一个本该就死了的人。谁？袁尚。袁尚？他还没死？是。如果袁尚还没死，那洛河仙方围剿失败时有异心之人，就不是叶入灵了。您的意思是怀疑袁彻？司马家早就知道我们要对袁尚下手，所以故意给我们设下了这个圈套，好笼络袁彻，为他所用。父亲，我们也可以利用袁尚，让袁彻成为我们的内应啊。司马交自打百峰山大火一事之后，元气大伤，成为众矢之的。就这样，袁彻还死心塌地地追随他，这个人不能用。那我们把他杀了。杀！袁尚这不还活着呢，你杀得明白吗？不必杀了。司马交行踪飘忽不定，我正愁没法找到他的踪迹呢。或许这给了我找到他的一个契机呀。的确是笨重了些。师祖，袁彻来信了，您看。计划已展开，请静候消息。石仙侣要上钩了。师祖这是在为庭宴制作法器吗？我看外面雷声作响，是不是庭宴就要渡劫了？你倒是聪明不少。难怪你要带庭宴来风花城，是因为这里有渡劫宝物，还有雷鸣山谷，可以帮助庭宴渡劫，对不对？可是庭宴要遭受的雷劫，应是49雷劫。按照他的修为，加上您的功法辅助，应该能轻松渡劫。那师祖为何还要费力做这么多？我不会陪他一起。为什么？天道气运向来针对司马氏一族，我陪着他，只会令他更危险。这不是个储物法宝吗？怎么成防御灵器了？你亲手炼制的啊？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到底有多少层防御禁制啊？数完了吗？不数了，这么多肯定用不上。总会有像上次那般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。我思来想去，还是炼制防御法器最为妥当，能在危险面前保你无虞。
最近肯定不会啦。你很快就能用上。为什么？你这人怎么说话说一半啊？你让我睡不着，司马娇。我也没做亏心事儿啊，怎么心里这么慌啊？娇娇，这里有问题。娇娇，哎呦，我心里真的很慌。以前打雷我心里也不这样的。你很快就要突破炼虚期了，所以会有雷劫。啊！难怪我最近如此烦躁。原来你送我防御法器，是害怕我被雷劈死。我不会成为第一个被雷劈死的化身修者吧？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行行行，你最厉害了。要不这段时间你还是别碰我了，我还没有准备好渡雷劫。你别摸我！你现在就去渡雷劫。我们到了。好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选石玉香吗？你想当我的小白脸？他也是化神期修者，就快突破了。哦，这么巧啊！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雷鸣山谷从前是司马氏一族所有，可助渡劫。但如今，只有失势之人才能享此优待。那这就是你给我找的保护罩啦。你自己进去吧。哦。真让我一个人啊！作为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考试人才，最出色的就是心理素质了。放松。按照我的资质跟灵根，从化神期到炼虚期一般是4-9天间。雷鸣山谷能削弱雷，我有娇娇给我的超强防御法器。还有这么一身修为挡着，不就36道雷吗？肯定没问题的。这么快啊！
雷的架势是要把我劈个灰飞烟灭啊！这不是49天劫，这是99天劫啊！不是说只有即将飞升成神的大成修者，才会有99天劫的吗？我一个化神期，何德何能啊！这里哪里是渡劫啊？明明是要劈死我！我不会成为第一个被雷劈死的化身修者吧？如果我在这儿被劈成了碎渣，那人的脸一定被打得很疼。我还是再挣扎一下吧。你安静坐好，不会有事。
不是让你好好坐着吗？怎么不听话？司马娇，我心跳好快，不知道是刚才雷劫阵势太大，让我心有余悸，还是此刻的你太让人心动。你能不能好好谈恋爱了？这么大的动静，会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？在这里渡雷劫，外面不会引起异响。如果好好照顾，就算你伤口恢复得慢，应该也能在10天内痊愈。这是特地为我准备的。对啊，谁让你是我的小白脸？我不想包扎，麻烦。不，刚上过药，不包扎的话，伤口很容易裂开。就包一天，包一天好不好？等伤口稍微长好一点，我们再拆。啊！哎，求求你了，我真的好担心呐。就包着嘛，我都用了你给我的璎珞项圈了，你也知道这是我的心意，你要是不用的话，岂不是白费了？求求你了。嗯。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在撒娇啊？那你看出来了有什么用？还不是挺受用的。如果换了别人，那么高的修为，受这样的伤，吃点灵丹很快就能好。可司马娇却不能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比你先死。司马娇，你知不知道你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血凝花的香味，气息像是从血液里溢出来的。是吗？这个世界上，是不是只有我才能闻到你的味道？你特地找到这里，又特意给我炼制了那么厉害的防御法器，是不是一早就知道这次雷劫不会那么简单？对，因为你的身上有我的气息。天道气运，容不下我司马氏。他想杀我，你身上沾染着我的气息，所以才会引来这9雷劫。我本来想趁你在渡劫的时候离你远些，或许你能侥幸避过。
无奈这上天，连我的气息也不愿放过。这天道怎么那么可恶，还要祸及全家？怕了？怕我连累你？我当然不怕。但杜雷姐好麻烦的，我的修为还是不能长得太快。父亲的传音飞鹤。天许，追的是，停下，速速！为何听不清？难不成父亲那边出事了？少主，出了何事？父亲那边恐生变故，我们现在立刻赶往五峰山。走，是。带我去找那簇灵火。痴心妄想！既然如此，司马家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待我父亲找到这里，你必死无疑。这庚辰仙符必定是我们施家的。不能杀了你为雪儿报仇，是我唯一的遗憾。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暗雪是施千缕杀的，跟我们师祖没有半点关系。绝对不可能！这一切都是司马教的错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！刚养好一点，又流血了。无妨。方才你做得很好，既然动手了，更应该练一练。杀了他。不要吧，我不要。司马江，你个卑鄙小人！你竟然让这魔域的贱妇来杀我！你以为你们可以长相厮守？找死！你的情必将受到这天道的斩断！不要！不要！
你为何要这般与我置气？我说了你也不理解。我的确不解，那施真旭对我们心存杀意，又那般羞辱你，我才要你亲自动手。我知道你生在一个不杀人便会被人杀的环境中，我能理解你，但我也想坚持不到绝境不杀人，这不行吗？庭燕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。那你想如何？我从来没有阻止或者强迫过你做任何事，所以你不能这样对我。可对于我而言，从来只有想做和不想做，没有不能做。对我而言，杀人就是不能做的事。你可以不喜欢杀人，但不能不会，否则便是被人杀。宋之，我不想杀人，现在我也不想看见你。那你何时会想将我？师祖，施真旭所行方向应是灵火之处。您今日转化的施家傀儡人，也已经在附近的灵山为您查探灵火的下落了。我也去查探一番。我同师祖一起去。不，你在这里护着他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知道我杀人了，我错了，能不能别这样对我？太吓人了，能不能别让我一遍遍想起来了？不行，我要去做点别的事情，转移一下注意力。总之，我不想杀人，现在我也不想看见你。那你何时会想将我？周围没有他的气息，难道他走了？
师祖，他去哪里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庭院让我不要跟着他，他只说要把雷鸣山谷抓来的衍生虫派上用场。闻起来这么香，我却一点都吃不下。司马教，我之前在一本游记里看到说有种隐生虫能够钓飞鱼，我便偷偷收集了它，想着我可以喂你钓鱼吃。那便一起尝尝。你以后不能再这样了。因为这样一件事情，一直与我置气吗？如果你对我来说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师祖，我是不敢跟你置气的。可你不是了，你现在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近的人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在一起安宁的日子很是珍贵，我不该与你争吵的。这话说的我们好日子不多了一样。自然不是。下午没睡好，困。那便睡吧。庭言，我看到你落泪，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后悔。我以后再也不会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。这天下之事，没有一件能让我畏惧。但我现在一想到，你吃不好，也睡不好，我就觉得很可怕。稳住！别害怕，是梦。不是吗？这是我真实见过最恐怖的事情。我曾经在自己的灵府里见过尸山血海，也见过无间地狱。竟不知一个人会因为杀一只畜生
而遭受如此折磨。你拿我的害怕当开眼界了？自然不是。这是什么？枕着这个入睡，凡是做梦，都会是美梦。这么神奇？这个枕头不像看上去那么个人，还挺舒服的。我今晚也进灵府陪你。这是什么香味？像是甜食的味道。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。来，大家一起祝师姐生日快乐！哎，谢谢啊！来，生日快乐！你们干了，我随意。好，来，天言徒儿，咱们把蛋糕分一下吧。好。哎，拿盘子，拿盘子，拿盘子。这个好。娇娇，快来呀，给你留了蛋糕。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最远。早安，娇娇。做了个好梦吗？开心吗？非常开心。我梦到了师父、师弟们给我庆祝生辰，还有你，我们一块吃了蛋糕。我想到之前跟我家里人在一起的日子。看来这玉枕效果很好啊。这么有用，你为什么自己不用啊？我拥有特殊的能力，所以相对来说，不少的法宝和灵药都对我无用。这只玉枕亦是如此。幸好有我，你等我用这个枕头调节好了心绪，就能继续在我的灵府里休息啦。但是这上面为什么要雕一只野猪啊？野猪？这玉枕上刻的是梦墨，它能识梦。这是传说中的梦墨？区区梦墨，怎么还称得上传说呢？我没见过嘛。那等我归来，我带你去看梦墨。你今天有什么要事要忙吗？没错，去搞事业。我会吩咐念九在这里陪伴你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踏进内府中心半步。好。这个璎珞项圈不是在渡雷劫的时候坏了吗？怎么还比之前漂亮了？我寻来了雷氏之心炼化塔。以后就算遭遇雷劈，也不会有任何损坏。
我们这才从雷鸣山谷出来没几日，你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练好了，厉害！这件法器可以抵御所有人造成的伤害，即使是你遇到像诗千旅那样的高手，就算你躺着，对方用尽全力，也要打半天才能破坏。那破坏之后呢？在那之前，我就会找到你。你也要答应我，不要撕裂了伤口，也不要磕着、碰着，我会心疼的。没人能伤得了我。瞧给这祖宗厉害的！啊？我是说，你最厉害了。你心里不是这样想的。我现在心里很平静，你应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。我不用听，我能猜。等我回来。好，我等你。你身上还有另一缕司马氏的血气，是那供养灵火的人让你带我去找他。如此强大的结界，看来那灵火便在里面。血雾阵，用凤山血脉浇灌出的血池。
答应我，不要撕裂了伤口，也不要磕着、碰着，我会心疼的。进来。你是何人？娇儿，来，我会告诉你答案。那次灵火果然在此处。我的娇儿，你终于来了。你是司马氏，我一直在等你。原来你没有死在白鹿崖大火中。看来娥儿还是听了我的话，将灵火与你相融了。你能坚持下来，我很欣慰。我带你出去。不用白费力气了，我在这儿等你，也不是为了要出去。我这残破的身体，也不可能再出去了。我在这儿苟延残喘的等你，就是为了告诉你当年的真相。飞升诅咒，令司马氏人丁愈发凋零，流着珍贵血液的我们，从统领者日渐沦为八大宫的工具。到了我这一代，已全然失去了自由。八大宫为了诞下更为纯粹的凤山血脉供养灵火，逼迫我与你母亲结成夫妻。不久之后，娇儿你便带着最为纯粹的凤山返祖血脉降生于世。看到如此纯粹的血脉，八大宫贪婪欲生，得寸进尺，想让我们诞下更多血脉，遂将我与你母亲封印在白鹿崖。司马一族应寸步不移守护灵火，还请师祖潜心安于白鹿崖中。这和将我们当作囚徒有何区别？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师祖吗？我本想和凤山灵火融合，以便获得那强大的力量，来终结八大宫的阴谋。然而灵火威力强大，我承受不了那么巨大的痛苦，有一段时间陷入了疯狂。最终，我只能放弃。如此痛苦，你却依旧选择让我来融合灵火，那真的是迫不得已呀！你有着罕见而纯粹的凤山返祖血脉，定能承受灵火，成为破解飞升诅咒的第一人。但融合的过程中，我们便发现，你血脉太过纯正，需以更强盛的灵火与你融合，否则灵火会在融合过程中被你的至纯血脉吞噬干净。后来，我便和司马一族的族人共同做了个决定：若我们死得其所，能让娇儿成功将灵火融合，那八大宫便再不敢进犯我司马一族。没错，我们愿意为娇儿融合灵火。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。
司马懿族不愿再任人宰割，满足八大公的贪欲，于是决定共同以血养火，养成那足够强大、能够被你融合之火。然而，血祭一旦开始，我们便发现那灵火仿佛无底洞，100余位族人前赴后继，血祭身亡，却无一人放弃。最终，我们族人用尽了全部的血脉，终养成这世间最强盛的灵火。牺牲全族人的性命，让一个孩童背负如此沉重的命运，该说你们是可怜还是可恨？如若让我们重新选择一次，我们依然会走这条道路。那你又为何会在此处？我怕八大公发现了我们的计划，我便装疯放火，让他们以为我是发疯放火，杀了所有族人。而为你融合灵火的最后一步，便是需要你母亲为你炼化灵火。我本以为我们的计划便会在这一刻结束。死了，不好！司马鄂呢？白鹿崖大火时，世家安插在八大宫中的眼线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我，于是将我从白鹿崖偷偷带走。原本世家的确是想救我，但我被救出以后，急于想要找到你，让释拥有从我这里获知了破解飞升诅咒的秘密，这引起了他的贪欲。释拥有伙同他的弟子10千旅，从白鹿崖偷走了一小簇即将熄灭的灵火分身，以我的身体作为灯芯供养。同时，石拥有与10千旅暗中打造了百凤山，收集凤山血脉，以血来培养你这簇灵火。没错。既然你到了这儿，那这一切便都该终结了。娇儿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是凤山一族，凤山一族天生不凡，注定与天地同寿。天地同寿，你看清楚了，如今这司马懿族只剩下我一人。只剩下你一人又如何？只要你能活1000年、10000年，只要你不死，凤山一族就永远在，我们一族的辉煌便有重现的那天。只要你把它吞噬了，你的伤势不仅会痊愈，更能让你体内的灵火倍增。除了强大之外，还有一种可能。我在吞噬灵火的过程中，被灵火瞬间燃尽，对吗？你是千万年罕见的凤山返祖血脉，你定能做到我们不曾做到之事。
愿了。